我是个盲女，无意间恢复视力后，发现我的老公竟是2个背部相连的连体男人。早上听新闻的时候，电视里正报道着一个女大学生失踪案，我听得正入神，忽然太阳穴刺痛了一下，我不禁闭上眼睛，再睁开时，漆黑的世界突然有了白光进来。难道我的视力恢复了？我一激动，不小心打碎了桌上的杯子。林冉刚好在身后拖地，她立即关切地走上前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我本想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但在看见他的时候，我不由得僵住了身子，因为我隐约看见林冉的背后贴着一个人。看来我的视力并没有完全恢复，居然还会把一个人看成2个人。林冉问我：“是因为怀孕所以感觉不舒服吗？”我点头，有可能。想起孩子，我心头变得柔软，走上前想抱抱丈夫，却被他推开。小将，我还要拖地。结婚3年，林冉从来不让我拥抱她。我是一个盲人，但林冉手脚健全，却有着特殊习惯，比如不能拥抱、分房睡觉、爱穿雨衣。睡了1晚上后，我被噼里啪啦的雨声吵醒了。朦胧间，我竟然看见了洁白的床单、米色的柜子，张开食指在眼前晃动，我还是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真的恢复视力了。此时外面传来开门声，我欣喜若狂，想要快点告诉林冉这个好消息。可刚走到门口，我就看见林冉正在拆一个超大的纸箱。林冉背对着我，她穿着宽大的黑色雨衣，头上戴着的硕大的衣帽将整个人笼得严严实实。纸箱被打开，我看见有一个女人躺在里面，那个女人穿着白色的校服，蓝色的帆布鞋，肢体僵直，我一眼看出这是具尸体。我愣在原地，耳边回荡着昨天的那个新闻，竟然是他杀了这个女人。我想开口叫她，突然一只手从林冉的雨衣里伸了出来，她的手不应该在拆纸箱吗？帽子被推开，我看见帽子里藏了一张男人的脸，那张脸正对着我。看见我后，他微微笑了，随后雨衣里又伸出来一只手，那只手上正拎着给我买的早餐。我心惊肉跳，不由得连连后退。顷刻之间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林冉从不跟我一起过夜，也从不让我与他亲近。原来他是个连体人，我甚至不知道这2个人中谁是林冉。此时他们转过身去，我看见了另一个男人的脸。小将，你起来了。最熟悉不过的声音，我直觉他就是林冉，可我没有回应。他又问：“怎么在发抖？”我感觉到林冉明显警觉了起来。小将，你的眼睛能看见了吗？我连连摇头。他冲上前来，激动地问：“你是不是能看见了？快说话！”我害怕被看出破绽，假装痛苦地开口道：“我肚子痛。”肚子疼。我点点头，继续装成盲人看着前方。也就是这时，我看清了那个女尸的脸，她的脸上有一道细长的疤痕。我才想起来，我认识这个人。小将，你在流血。林冉的话拉回了我的思绪，我下意识低头，才看见自己的睡裙下有鲜血流了出来，心头一颤，我两眼一黑，陷入了昏迷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，林冉坐在我的床边。小将，你醒了。我强装镇定，用手在被子上摸索，假装寻找他。我睡了多久？林冉猛地向后退，应该是怕我摸到他身后的那个男人。你睡了好几天了。我没说话，想找机会报警。小将，孩子没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惊得坐起了身子。林冉垂下脑袋，可表情却看不出一点难过。医生说你的身体太虚弱了，所以才会流产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佯装哭起来，其实心里却暗自松了一口气。有一个杀人犯加连体人的父亲，这个孩子本就不该出生。林冉柔声说道：“小将，你还年轻，以后还有机会做妈妈的，别难过了。我去给你炖点鸡汤。”他往外走的时候，他的兄弟一直面对着我，如同一个附着物靠在林冉背后。等他们走出去后，我掀开被子，也偷偷跟了出去。林冉他们进了厨房，我走进客厅，发现那具尸体已经不在了。我靠近厨房，隐隐听见里面传来咳嗽声，2个男人的对话声随之传来。那剩下的人，你准备怎么办？不是林冉的声音，应该是他的哥哥或者弟弟。我听见我的丈夫说：“把他们都找到，然后全除掉。”我心间猛地一颤，那边又传来声音：“嫂子好像不对劲，我怀疑他是不是能看见了。”叫我嫂子，看来林冉是哥哥，他们竟这么快就怀疑我了。林冉道：“是不是因为药的问题？”药？什么药？听见他们好像要往门口走来，我不敢再听下去，赶紧跑回卧室。我的丈夫到底是个什么人？没过一会，林冉就端着鸡汤进来了。小将，喝点鸡汤吧。我看见他身后的弟弟也在歪着脖子朝我看来，我倒吸一口冷气，这鸡汤里十有八九有问题。我现在不想喝。喝了吧，你身体太虚弱了，喝了对身体好。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，故意摆出矫情姿态。太烫了，你先喝吧。林冉把鸡汤拿到嘴边吹了吹，然后递到我面前。我喝了，不烫。他骗人，根本没喝。我再次推开他。我不喝，我想睡觉了。好吧，那你先休息。
他又咳嗽起来，转过身准备离开时，他身后的弟弟顺带把床头的手机拿走了。这一切我只能仿若未见。等他们走后，我绝望地想着自己的处境，我很想报警。林冉杀的那个女人叫吴佳佳，她是我这辈子最恨的女人，要不是她，我也不会成一个瞎子。因为争夺考研的名额，她故意害我出了车祸，我失明后退学，她却顺利考上了研。林冉居然杀了她，到底为什么？他们还说要杀了剩下的人，那又是谁？思考这些问题让我头痛欲裂，没一会就昏睡了过去。过了很久，我听见有人凑在我耳边说话：“小将。”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这么快就天黑了吗？此话一出，我毫无困意，马上就清醒了。这不是暴露我恢复视力了吗？小将你，我在空气里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意味，立刻解释道：“老公，我是迷糊了，差点忘了我是个瞎子。”林冉叹息道：“小将，天还亮着。”什么？现在的天是亮着的，你好好告诉我，你之前是不是恢复视力了？我愣住了，我又失明了。我哑着嗓子苦笑：“看不见，我一直都看不见。”林冉咳嗽2声：“要是有什么情况，一定要及时告诉我。”我点点头：“来，喝点鸡汤。”有勺子抵在唇边，我不再反抗，张嘴喝了下去。我不知道这鸡汤里是不是有毒，一想到往后还要跟他们2个连体人一起生活，我更是浑身发冷。我祈求林冉：“我想跟我的好朋友圆圆一起散散心，可以吗？”谢元。听见这名字，林冉好像不是很开心。我点头：“我的手机呢？我想给他打个电话。”我伸出手在床头假装摸索着，其实我知道手机被他们拿走了。还是我来帮你跟他发消息吧，你现在身体不好。我意识到林冉开始对我有所防备了，只能点头：“好的。”他揉着我的脑袋：“那你休息吧，我帮你约谢元，看看能不能让他来家里陪陪你。”听见卧室门的落锁声，我摸索下床，蹑手蹑脚地打开门。我扒在门缝边，听见客厅传来微弱的说话声：“他之前肯定是恢复视力了。”我听见林冉弟弟的声音传来，他又问：“你说嫂子会不会报警？”林冉没有说话，良久我才听见我的丈夫开口：“不管怎么样，反正他现在又看不见了，只要我们把他看好就行了。”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又会突然失明，也搞不清楚林冉何时对我下的药。我无力地瘫坐在地板上，只求他能说到做到，帮我约谢元上门。第2天，谢元竟然真的来了。你们好好聊天，我先出去买点菜。说完，林冉便出了房门。谢元坐在我的床头，关切地问我：“小将，你还好吗？”我摸到了好朋友的手，露出了久违的笑意。我凑在谢元面前低声道：“圆圆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”“什么？能不能帮我报警？我感觉林冉不对劲，他好像杀人了。”谢元收起笑声：“他怎么会杀人？你之前来不是总纳闷林冉在家为什么还要穿着超大的雨衣吗？其实是因为他是个连体人。前几天我突然恢复视力，不小心看见的，可现在我又被他下了药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”我提醒圆圆，当务之急是赶紧报警。谢元却说：“我已经报过警了，你放心。”“你报过警了？”“是的，我刚刚发短信报警的。”我长舒一口气：“警察多久才能到？”谢元道：“应该快了，我去看看。”不知不觉间，我又合上了双眼。等我惊醒着睁开眼睛，才感到时间似乎已经过了很久。警察已经来了吗？圆圆，你还在吗？我打开卧室门，竟发现漆黑虚无的世界里有了光。我好像又恢复了视力。浴室里传来水声，我猜想林冉已经被警察带走，是谢元在用卫生间。正想往浴室走去，却觉得脚下好像不对劲。我低下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模糊的红，是血。我惊得双腿一软，转过脸去，才发现冰箱前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又上前几步，我终于绝望地看清，那个是好朋友谢元的尸体。小将。浴室里传来林冉的声音，恐惧如同烟花般在脑海里炸开。我机械地转身回头，隐约间看见浴室门口站着个男人，看样子刚刚是林冉在洗澡。别过来！我心跳如擂鼓，害怕他上前来。小将，你又能看见了，是我呀，你别怕。就因为是你，我才要害怕。你为什么要杀圆圆？而且你身后还有个……嫂子，你在说我吗？林冉身后的人侧脸朝我看来。我叫林川，你之前就见过喽。你既然是这样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怎么能跟我结婚？我甚至还怀过你的孩子。你们2个是杀人犯。我提醒他们，警察马上就来了，你们一定会受到制裁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吓到你了。林冉温柔地说道。小将，警察不会来的。他朝我一步一步走来，我吓得不停后退。你跟谢元讲话时，我就在他身边，是我让他不要报警的。什么？我又惊又怒。你这个疯子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可林冉却温柔地说：“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。再解决完最后一个就结束了。”接着林冉把我抱到了屋里。不多时，门铃响了。林冉、林川他们对视了一眼，随后走出了房门。他们又从外面给卧室加了一道锁。我翻下床，准备拉开窗向人求救，无意间瞥见了床头柜隔层里的某个东西。我拿起来，在灯光下看了好久，才认出了那是一盒堕胎药。我突然想到，我没保住的那个孩子是林冉给我吃了堕胎药，可他为什么要给我吃堕胎药？正当我疑惑时，我听到客厅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惨叫。我不断地敲打着房门，
林然，请你不要再做傻事了。这时林冉开锁打开了房门，我隐约看见客厅里绑着一个熟悉的男人，他是圆圆的男友赵刚。我哭喊着质问林冉，这就是你所说的最后一个吗？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毁掉我肚子里的孩子？说着我举起手中的药盒。林冉听完一脸难过，将一把刀抵在了赵刚的脖子上。你老实说，小将怀的孩子是谁的？赵刚颤颤巍巍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我承认，求你别杀我。什么？我一脸不解。林冉解释道，是赵刚看到我眼睛失明后，便动起了歪心思。他花钱买通了我的好友谢元，趁着林冉不在家，谢元把我灌醉，在我睡得一蹶不振时，又让赵刚偷偷爬上我的床。之后我便有了身孕。谢元还将我的照片分享给了吴佳佳，以此换取重额赏金，甚至他们还疯狂嘲讽我的老公是个连体人。林冉害怕我知道真相后承受不住，所以一直对我隐瞒，而他自己则走上了极端的道路。林冉说完，直接一刀结束了赵刚，并对我说，小将你放心，明天我就去自首。此时我的心里五味杂全，流下了眼泪。林冉，对不起。林冉拖着疲倦的身体挤出一个笑容，他咳嗽2声。医生说你的眼睛恢复只是短暂的，还是需要更换眼角膜才能痊愈。走吧，你该休息睡觉了。在林冉的陪伴下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，可当我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过去了3天。我离奇地发现我躺在医院里，而我的眼睛也彻底恢复了视力。我四处寻找手机，想给林冉打电话。此时一名警察来到我面前，你是小将对吧？是的。你的丈夫已经全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，明天将执行死刑，但是他强烈要求在此之前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给你，看来手术还是挺成功的。听到这我心头一酸，连忙询问林冉现在在哪？就在中心大街的警察局，你还可以见他最后一面。我立刻翻身下床，朝着警察局跑去。左眼能看到1年后发生的事，我能看见彩票店1年后的开奖号码走势图。我将1年后各期彩票中奖号码记在日记本上，只需等待1年，我将一夜暴富。我是4个月前突然拥有了这项特殊能力，我打算利用这个能力买彩票中大奖。可让我担心的是，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。今天夜里我起床喝水，忽然看见我家的房门被缓缓推开了，门口站着一个手持尖刀的黑衣蒙面人，他悄悄地走进了我的屋子。幸运的是，这是我左眼看到的。我放下手中的水杯，用左眼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黑衣人，心想这人是要入室抢劫吗？难道1年后的今晚，我的家里会遭贼？此刻我的屋子里是亮着灯的，可1年后的今晚，整个屋子里都昏沉沉的。黑衣人个头不高，瘦瘦的，他头上戴着鸭舌帽，脸上戴着口罩，看来这人早有预谋。黑衣人手握尖刀走向了我的床，趴在床上熟睡的我却浑然不知有人靠近。黑衣人悄然来到了床边，忽然他手起刀落，尖刀直接刺向我的后颈，被子里我都来不及反抗，略微动弹了几下便没了动静。黑衣人没有在屋子里翻箱倒柜，只是拿起了我放在床头柜上的日记本，然后悄然离去。什么情况？1年后的今晚，我会在睡梦中被人一刀嘎了吗？而对方的目的正是那个记载了彩票中奖号码的日记本。我赶紧跟了出去，想要搞清楚害我的人是谁。黑衣人出了屋子，他绕过几栋楼房，然后穿过一条狭窄的巷子来到了后街。他来到了一座宾馆前面，然后径直走了进去。这是一家很普通的宾馆，黑衣人并没有在前台开房，他有意压低了帽檐，然后直奔楼上。黑衣人来到2楼和3楼之间的转角平台，他取下了头上的帽子，脱掉了身上的黑色大衣。她竟然是个女人，里面穿着裙装。他打开了她的包，一双高跟鞋被拿出换到了脚上。他取下了口罩，一张精致的脸尽显无疑。先前的黑衣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身穿裙装、脚踩高跟鞋的长发美女。1年后的今晚，我居然是被一个女人一刀捅死的。可这个女人我压根儿就不认识，她到底要干嘛？接着女人走上了3楼，然后敲响了304号房门，门很快就被打开了。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人，男人笑盈盈地看着门口的女人，然后一把将女人拉进了房间里，房门也随之被关上。什么情况？这个女人在刚刚杀掉我之后，居然还有闲心跑到宾馆里来跟另一个男人幽会。我越发对这个女人感到好奇，我得进入房间里去看看。我赶紧找前台开了一间房，我点名开了304号房。幸运的是，今晚的304号房并没有客人入住。我拿门卡打开了304号房门，走了进去。进入房间之后，男人正在卫生间里洗澡。我看到床头柜上摆了2个倒有红酒的酒杯，女人正将1瓶安眠药倒入了其中的一个酒杯里。5分钟后，男人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，女人端着2只酒杯笑盈盈地走向了男人，她将放有安眠药的酒杯递给了男人。男人将红酒一饮而尽，然后就要对女人动手动脚，女人却以先洗澡为由走进了卫生间。男人只好无奈地玩起了手机。不一会儿，我就看见他接二连三地打起了哈欠。我打开了卫生间的门，女人只是将水放着，贴在门口听着外面的动静。大概10分钟之后，男人终于睡着。女人走出卫生间，双眼死死地盯着床上的男人，目光冰冷，像一道充斥着杀气的寒光。1年后的今晚，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，这个女人一连嘎了2个人，最毒妇人心。这话简直一点没错。女人将男人的左手掰开，然后取下了男人手指上的1枚钻
钻戒，然后走出房间。在楼道的转角处，女人重新换上了那身黑色的大衣，绕过几个监控盲区，在一个不起眼的垃圾堆前，她扔掉了她的大衣和包。在不远处的一个路口，她坐上了一辆出租车，很快消失在街道的尽头。我本想继续跟上去的，只可惜我没女人运气好，我在路口等了很久也没等来一辆出租车。再次回到家，已经是1个小时之后，我缓缓地走进了屋子，用左眼死死地盯着我的床。被子里的我应该已经凉透了吧。我是单身，身边没什么朋友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我的尸体可能要好些天才会被人发现。可是1年后，我真的会这么不明不白的死掉吗？那个女人到底是谁？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想办法做些什么，不能坐以待毙。这间屋子我肯定是不会再住下去了。天亮之后，我搬出了这间屋子，房租还有2个月到期，我打算先不退房，以便我随时回来查看1年后的情况。新的住处是我通过房产中介找到的，屋内家电齐全，属于拎包入住的那种。进了屋刚坐下，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，既然我已经搬离了之前的住处，那么1年之后我又怎么可能还会死在原来的屋子里？难道1年后死在那间房子里的人不是我？我记得那人是趴着睡在床上的，昨夜我的左眼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人的脸，如今我都已经离开了那里，那么1年后死在那里的人就一定不是我，唯一的可能就是下一任租客。可是我明明看到凶手拿走了床头柜上的日记本，我可以肯定那就是我的日记本，可此刻我的日记本就在我的身上。既然我人都已经离开了原来的住处，我的日记本又怎么会在1年之后出现在那间屋子里？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我忽然接到了我一哥们儿张三的电话。听说你不住原来那地儿了？是的，我已经搬出去了。可我记得房租还没到期吧？就这么走了不是浪费吗？那屋子我住不惯，反正也就多交了2个月房租，浪费就浪费吧。既然这样，那还不如便宜了我正愁没地儿住呢，我明早就搬过去，也好省2个月房租。那屋子邪乎得很，你搬过去要出事的。我可不信这些，只要能让我省钱就行。张三问了我的新住址就挂断了电话。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，难道我那屋子的下一任租客是张三？那么昨夜我左眼看到的被杀者会不会就是他？可我那日记本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将来的某一天张三会拿走我的日记本？就在我陷入沉思的时候，忽然我就愣住了。我看到屋子的房门被缓缓地推开了，一个女人从门外走了进来，这是我左眼看到的。进屋的女人居然就是昨夜我看到的凶手。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在1年后住在这里？那么我又搬去了哪里？我越想头越大。女人进屋后径直地坐在沙发上，我在一旁用左眼静静地看着女人。女人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小本子，我一眼就认了出来，那是我的日记本。女人将日记本翻开，认真看着上面记载的密密麻麻的彩票号码，嘴角不经意间露出一抹浅笑。女人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，她忽然拿出手机，给一个备注为神经病的人发了一条短信：昨晚已经解决了2个，日记本已拿到手，明天我就去买彩票。很快对方就回复了一条信息，信息的内容是一个笑脸的表情包，外加一句话：晚安招财猫。我看了心里一阵发毛，难道我辛辛苦苦记下的彩票号码还真是给别人做了嫁衣？这女人到底是干嘛的？女人收起日记本，然后进厨房给自己熬了一碗小米粥。喝完了粥，女人走进了卫生间，她在洗澡。我本来也打算跟进去，可就在这时，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。我走到门前，透过猫眼看了一下，是张三。打开门，我就闻到张三一身的酒气。张三铁了心要住我原来那屋子，他是专程来找我拿钥匙的。我本来有打算再劝他另找住处的，但他执意不肯。我又不想把我左眼见到的事告诉他，就只能随他去了。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。我把钥匙给了张三，自己还悄悄留了一把备用，送走了张三。跟我同居的女人已经洗漱完毕，从卫生间里出来了。看来我是错过了一出好戏。女人躺到床上玩起了手机，我也躺到了床上，就躺在她的身旁。我没有玩手机，我在看她的手机。我试图从她的手机上查到一些线索，如果她真是个杀手，她总该和上家保持联系。然而她在追剧。10分钟后，她关掉了手机，然后睡去。这夜女人睡得很沉，而我却辗转难眠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女人就出了门，我猜她要去买彩票了。我在一个工地做临时瓦工，今早我跟工地请了几天假，比起每天起早贪黑的上班，追查1年后我为何会弄丢日记本，那可有意义多了。1年后我能不能发财就靠这日记本了。女人前脚刚出门，我后脚就跟了出去。女人在路口叫了一辆出租车，我怕跟丢，赶紧在路口拦了一辆。师傅跟上前面那辆出租车。出租车师傅一脸懵逼地问我哪辆？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然后就让师傅一直往前开，我让停就停。果然女人在一个彩票店附近下了车，然后直接进了彩票店。女人早已从我的日记本上记熟了下一期的中奖号码，她直接让店员按她说的号买了一注。随后女人穿过了几条巷子，她走进了一个比较破烂的小区，菊园小区。她在一棵大树下的石凳上坐下，然后盯着不远处的一条巷子，久久不曾动过一下。
我也在他身旁坐下看，我猜他应该是在等人。难道他是在等下一个作案目标吗？女人在大树下坐了一天，我也在这儿守着女人坐了一天。女人似乎并没有等到她要等的人，直到晚上9点多，女人回到了住处，几乎是跟昨晚同一个时间。女人再次用手机给那个叫神经病的人发了一条短信：今晚我没等到目标，明天我再去。很快对方回复了信息，依旧是一个笑脸的表情包，外加同样一句话：晚安招财猫。10分钟后，他关掉了手机，然后睡去。这夜女人依旧睡得很沉，而我依旧辗转难眠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女人再次来到了菊园小区，然后在大树下一坐又是一天。第3天、第4天，连着好几天都是如此。不过让我感到奇怪的是，女人每天都有买彩票，可我却没看到她兑过一次奖。女人继续每天都去菊园小区。今天因为工地赶工期缺人，我硬被包工头叫去加班，所以就没能跟去菊园小区。一直到晚上10点下班回家，我发现女人还没有回来，于是就打算去菊园小区看看。到了菊园小区之后，我果然看见女人在那棵大树下的石凳上坐着，她的目光依旧盯着不远处的那条深巷。当我来到巷口时，突然我好像听到巷子深处传来一声女人的呼救声。我仔细听了一下，声音很沉闷，好像是一个女人被人捂住口鼻后发出来的。我朝巷子里望去，依稀看到角落里有几个人影，这是我右眼看到的，是当下的现实。沉闷的呼救声依旧断断续续传来，随之一起的还有从几个男人嘴里传来的污秽言语。我意识到巷子里正在发生着什么，于是赶紧报了警。警察说大约5分钟能赶到。巷子里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弱，我怕等不到警察来就要出事情，于是我鼓足勇气冲进了巷子里。我冲里面的人说我报了警。很快从巷子里冲出来几个人影，他们都戴着鸭舌帽，脸上也都戴了口罩。我看到总共有3个人，他们手里都拿着铁棍，有2个直接抡着铁棍就朝我砸来。我身上挨了5、6下，头上也挨了2下，好在碍于警察马上就到，3个人扔下棍子就跑了。我倒在地上喘着气，看了看巷子里，再扭头看了看不远处的大树下。巷子深处躺着一个女人，大树下坐着一个女人。巷子里的女人是我右眼看到的，大树下的女人是我左眼看到的。他们2个长得好像，我感觉头昏脑胀，最后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已经是第2天了，医生告诉我并无大碍，只是有点轻微的脑震荡。我的病床旁还守着2名警察，他们告诉我，昨晚一个乡下来的打工妹在下班途中被3个小混混掳走，并带到了菊园小区里的那条巷子里。女人被他们用药物迷倒，并对女人实施了侵犯。若不是我报警，女人可能因吸入大量迷药致死。而那3个人明显是有预谋的作案，他们选在监控盲区，并戴了口罩和帽子，到现在还没有抓到。不过我却在思考另一个问题，我左眼看到的那个1年后的女人，为什么每天都会去菊园小区的巷口坐着？那个地方正好是昨晚的案发现场，这2件事之间会不会有某种关联？1年后的那个女人已经一连杀了2个人，从她给那个叫神经病的人发的短信内容来看，她至少还要再杀1个人，刚好也是3个人。她杀人会不会是出于报仇的目的？我向警方询问能不能见一见昨晚那个被侵犯的女人，结果被警察拒绝了。警方给出的理由是，受害者受了很大的刺激，现在是一种很封闭的状态，抗拒跟任何人见面。下午我出院了，途中我又路过我原来的住处，我左眼看到楼下拉起了警戒线，有不少警察从楼房里进进出出，看来是1年后死在屋子里的我终于被警察发现了。我赶紧走进楼房，想要用左眼确认一下1年后死在屋子里的究竟是不是我，可此刻现实世界里门是关着的。我赶紧敲了敲门，开门的是浑身酒气的张三，看到我突然到访，他似乎表现得有些惊愕。很快我就发现屋子里除了张三还有另外2个人，更让我惊讶的是，其中一个中年人我还见过，准确的说是我左眼见过，居然就是1年后死在宾馆304号房里的那个男人。他在1年后会被那个女人用安眠药杀死。我右眼看到桌子上都是外卖和满地的酒瓶。张三向我介绍那2人是他的好哥们，一个叫李四，另一个叫王五。1年后死在宾馆304号房的男人就是李四。张三还拉着我坐下跟他们一起喝酒，我一边应酬一边用左眼扫视四周，尸体已经被翻过身来，我看到了尸体的脸，真的是张三。1年后那个女人先后杀死了张三和李四，那么她下一个目标会不会就是这个王五？如果女人杀人的目的是出于报仇，那么昨晚的犯罪者就是我面前的这3个人。这是李四问我，兄弟，你额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确信他问我头上的伤是出于关心还是有别的目的。眼下这个情形，我只好如实说了我昨晚的遭遇。李四问我昨晚有没有看清那些不法分子的脸，警察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。当听到我给出的都是否定的答案之后，他们3个似乎才松了一口气。晚上回到家，女人已经先我一步回来了，她正在给那个叫神经病的人发短信，短信的内容是，等我给你报了仇，我就离开这里去陪你。很快对方回复了信息，仍旧是一个笑脸的表情包，外加同样一句话，
晚安，招财猫。女人发出去的短信让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想是时候该向她问清楚了。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我拿起一支黑色的记号笔，在窗边的墙壁上写下了3个大字：你是谁？如果在接下来1年的时间里没有人擦掉我写在墙壁上的字，那么此刻女人身旁的墙壁上就应当也会有这3个字。女人很快就注意到了墙壁上突然出现的大字，她吓得连忙后退。我赶紧又补充了一行字：你不用害怕，我不会害你，我只是想知道你是谁。女人显然有些慌了，她紧张地看向四周，然后盯着墙上的字在说着什么。我赶紧又在墙壁上写道：我无法听到你的声音，你可以用笔写下来，写在纸上或者墙壁上，我都能看见。他赶紧用一支红色的记号笔在墙壁上颤抖地写下了3个字：你是谁？我考虑了一下，随即在墙上写道：我是一个能看到未来的人，我和你的时间相差了1年。女人有所迟疑，显然她还是不信。我赶紧又把这几天我左眼看到的一切都写了下来，包括我看到他先后杀了2个人，还有他发出去的短信内容。女人看后陷入了沉思，终于她好像开始相信了。她写字问我：如果这些天你一直都跟着我，那么昨晚你也去了菊园小区？我回复：是的。那么巷子里发生的事你都看见了？我赶紧解释，我是那件事情的目击者，我报了警，自己也被袭击了。女人想了一下写道：原来你就是当时的报案者。我赶紧追问：你跟巷子里被侵犯的那个女人是什么关系？她埋下头许久才写道：我就是那个女人。看来我之前的预感没有错。女人继续写道：谢谢你当时及时出面报了警，要不然我也活不到现在。我回复：只可惜警方目前对这起案件还没有任何线索。我知道警方一直没能抓到那3个人，要不然我也不会亲自报仇。所以你要杀的人就是昨晚侵犯过你的人。你是如何查到他们身份的？我自有我的办法。你有证据？有。那你为何不把证据交给警方，而是选择亲自出手？因为我怕我等不到他们被判罚的时候了。女人一把拽下了头上的全部头发，那是她的假发。我已经身患绝症了，我所剩的时间不多了，况且那3个人身上还沾有人命，我要他们血债血偿。人命？谁的命？他略显迟疑，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。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什么忙？帮我给这个日记本的主人带一句话。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，让他毁掉这个日记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将来会因为这个日记本而死。我看后如受晴天霹雳，1年后我还是死了。我赶紧追问，他是什么时候死的？怎么死的？你好像很紧张。我赶紧写道：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这日记本的主人，你信吗？他看后再次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思。我信，其实我早该猜到了，我只是想看你亲自承认，你我此刻同处一间屋子，只是时间相差了1年，那么你必然是1年前这间屋子的住户。苏远是你吗？他居然写出了我的名字，你认识我？快告诉我，我到底怎么了？不久的将来你会被人害死。被谁害死？张3李4王5，我杀他们是给自己报仇，也是在给你报仇。你到底是谁？就在我极为震惊的时候，他告诉了一个更令我出乎意料的事实，我是你1年后的妻子。我彻底傻眼了。女人怕我不信，她还从柜子里拿出了我们的结婚证，我看到她的名字叫李岩，她确实是我的妻子，1年后的妻子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，李岩通过一行行文字讲述了我未来几个月即将发生的一些事。在经历了菊园小区事件之后，李岩整个人变得比较消沉而且封闭，加上警方一直未能抓到作案人员，李岩便一直活在阴影和极度的恐慌之中。然而更令他绝望的是，案发当晚，医院在对李岩验伤的时候，意外查出他已经身患绝症，医生告诉李岩最多还能活1年。一连串的打击，再加上几个月的病痛折磨，他不堪重负，最后选择了跳河自杀。而正好经过现场的我救了他，与其说是我救了他，倒不如说是他救了我，因为我根本就不会游泳。因此这一次的相遇算是我们初次相识。李岩跟我讲了他的种种遭遇，我很同情他，并鼓励李岩要坚强地活下去。也不知道我是哪根筋不对，从那天起我开始赖上了他。我鼓励他接受治疗，我说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会一直陪他走下去。连续的治疗让李岩的头发越来越少，于是我给他买了假发。李岩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所剩的日子屈指可数。在他生日的当天，我带着李岩去了民政局领了结婚证，没有办席，没有请客。李岩搬来跟我住到了一起，他每天都吃不下饭，我每天都会给他煲粥。他时常问我为什么会选择和一个将死之人在一起，我的回答永远是那句话：遇见你也许是我命中注定的吧。李岩经常骂我是神经病，我却笑话他是招财猫，因为救他的当天，我买的彩票中了头奖。李岩本以为他会在我的守护下幸福的死去，没想到我却死在了他的前面。我有一个能预知彩票中奖号码的日记本，同时也让我招来了杀身之祸。不久前的一个夜晚，我因外出买药，遭到了几个匪徒的袭击，他们抢走了我身上的所有东西，包括结婚戒指、日记本，还有我的命。我被害的地点位于监控盲区，警方到目前为止还没能抓到杀死我的凶手。通过我身上的致命伤痕和现场痕迹判断，警方断定凶手是3个人，而且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。我的日
记本则成了唯一的线索。李岩开始留意近期彩票中头奖的得主，很快便锁定了张三、李四和王五，他要用他自己的方式给他们判刑。张三嗜酒，李四好色，在他们的一次聚会之后，李岩带着我的备用钥匙来到了张三的住处，他一刀捅进了张三的喉咙，然后又装扮成夜总会的小姐，去了李四开房的宾馆，用安眠药搞定了李四。如今只剩下了王五。看完他写下的字，我也不知该回什么好，想了很久才继续写道：如果你真的要报仇，我可以帮你，也算是帮我自己。帮我？你打算怎么帮？我明天就去向警方举报那3个人，让他们得到法律的制裁。你当时并没看到他们的脸，你也没有证据。我是没有证据，但是你有啊，你把你查到的证据告诉我，我再告诉警方。没用的。什么意思？在你的未来才会出现的证据，你如何在你的时间交给警方？虽然你能看到我找到的证据，但警方无法看到。我恍然大悟，这是违背因果律的悖论。那我直接在我的时间里杀了他们？不可以的，你我同处一个空间，你代表了历史，我代表了未来。既然他们3人可以活到我所在的时间点，那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能改变因果律。他的话让我有些震惊，仿佛好像确实如此。我答应李岩明天陪他一起去解决王五，并躺在床上和他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。第二天一早，趁着李岩还在熟睡时，我买了新的油漆，直接掩盖了上面的黑红色的文字，并且退掉了这个房子，远离了这座城市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避免悲剧重演，更有机会保住自己的性命。